Hello， 大家好，我是少爷兵，又来到我们马股经济学的时间啦。今天要介绍的马股是格代科技，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第一点，格代科技 Greatech Technology Berhad， 简称 Greatech， 成立于2018年3月，在隔年的2019年6月，成功在大马交易所的科技板挂牌上市，并在2020年12月转至主板，是一家总部位于马来西亚的领先自动化解决方案提供商，为客户的制造流程提供设计、开发和生产系统、机械与设备，同时也提供增值服务，包括零件、培训以及售后资源服务等等。Greatech 所涉及的领域包括了太阳能、半导体、消费类电子产品、储能和生命科学行业。其主要的客户群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国、越南、新加坡、美国、英国、泰国和某些欧盟国家等等。目前的 Greatech 拥有大约48亿令吉的市值，在大马交易所的科技板块位居第7名。第二点，Greatech 的核心业务可以分为3大类别，那就是单一自动化设备、生产线系统以及提供零件和服务。单一自动化设备就是在单个设备中执行一项或多项功能，这种单一自动化设备通常是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定制的，比如物料搬运设备、装配设备、检查和测量设备。生产线系统就是以多台自动化设备组成的生产线，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以多个自动化设备来执行一系列任务，是公司在2017年率先从太阳能领域中将单一的自动化设备扩展到生产线系统的业务。至于提供零件和服务，就是为 Greatech 自身的自动化设备提供相关的备件和组件，升级或改造现有设备和提供改造工程，供应金属架，提供工程服务，包括生产线的拆卸和重新组装等等等。第3点，Greatech 在初期时是靠着硬盘驱动器业务起家的，当时是一家为制造和组装硬盘驱动器提供机械加工零件和组件的制造商，并在不久后制造了第一台用于硬盘驱动器的半自动装配设备。由于当时的硬盘驱动器行业竞争太过激烈，公司在2002年选择进军半导体行业，开始设计和制造第一台用于半导体制造的全自动胶带拼接设备。后来随着再生能源趋势的到来， Greatech 在2008年开始进军太阳能行业，为高端太阳能晶片制造过程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而真正让 Greatech 成为一间发光发热的公司，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管理层将生产线系统加入到公司的业务中，这生产线系统造就了公司的收入大涨。在短短的2年内，公司的营业额从2016年的2000多万令吉暴涨至2018年的2亿2千万令吉，涨幅有接近10倍这么多。第4点，Greatech 是一间依赖单一大客户的公司，这是因为 Greatech 的业务是以项目为基础的，大部分的订单都得依赖于客户每年的大型资本项目，但是客户什么时候会有大型项目，并不在公司的控制范围。根据公司上市至今的年报数据， Greatech 的主要大客户虽然每一年都不同，但是都占据了那一年总营业额的1半以上。而且如果在2020年和2021年不是因为 C 客户和 D 客户的出现，公司那一年的收入就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除非之前的客户有大型扩张，要不然公司就必须去找新的客户来维持公司的收入了。第5点，Greatech 的创办人兼首席执行长陈荣奇在2021年南洋富豪榜中跻身第16名，拥有的财富超过55亿令吉，比起2020年时的38亿令吉左右，增加了超过16亿令吉。从2020年起，大部分的科技板块都一直交出亮眼的业绩，股价也一直在不断的攀升。Greatech 就是其中的一间，加上陈荣奇目前掌控着 Greatech 65% 以上的股权，是公司的单一大股东，所以其财富也就随着股价的带动而大涨了。第6点，Greatech 是一间零股息的公司，从上市至今没有给过1次股息，是一个相当吝啬的公司。眼看公司每个季度都赚得盆满钵满的，但是投资者却无法分享到哪怕1分钱，这样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哦。
哥哥，每年分你们一点点的股息，也就只够吃个 KFC， 不如将股息省下来发展公司，到时股价涨了，大家都爽，不是吗？好像也是蛮有道理的。而且 Greentech 在2021年也有派发红股，将拿到的红股卖掉，其实也算是很高的股息了。第7点 ，Greentech 近期公布了2021财政年的年报，全年业绩是相当理想的，营业额和净盈利都上涨了很多，是公司的所有业务领域实现增长了一年，主要是得益于北美地区强劲的业绩，以及储能和太阳能行业的强劲需求所致。但是在亚洲地区方面，由于在2020年的太阳能领域的主要客户未重复特定的大宗订单，所以2021年的营业额贡献下滑了。除此以外 ，Greentech 在年报中也提及到，在2021年年尾已经将大部分的制造设施迁至 BK1 新厂，而且 BK2 新厂也已经可以投入使用。与此同时 ，BK3 新厂已经在2021年10月开始建设，预计2022年年中可以投入运作。以目前世界的格局来看，新冠疫情还在全球各地蔓延，全球暖化问题日益严峻，还有俄乌战争导致的能源危机等等，都是目前比较关注的议题。而 Greentech 的业务恰巧也跟这些议题有关联，所以各种信息都显示这公司正在往好的方面发展，相信公司未来的前景会是非常明朗的。第8点。Greentech 是一间业务很依赖海外市场的公司，尤其是在北美地区。在2021年，有78%以上的营业额就是来自于北美地区的。至于马来西亚呢，就只占了公司总营业额的12%左右而已。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毕竟 Greentech 的业务大都跟可再生能源和绿色科技有关，比如说太阳能领域和电动汽车行业。而这些课题目前在马来西亚似乎并不太流行，就如同我们的环境及水务部长 Tuan Ibrahim 说的，马来西亚不是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电动汽车这种绿色科技就更不用讲了，在马来西亚只是茶余饭后的话题罢了，在真正成型之前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况且比起电动汽车，这里更加流行的应该是脚踏车吧，便宜又环保。所以说 Greentech 的产品确实在海外是比较吃香的。第9点，Greentech 是一间净现金公司。从公司的2021财政年的年报可以看到，公司目前是掌控着超过3亿令吉的现金，借贷就只有1600万令吉左右而已。感觉上只要公司想还完，明天马上就可以缴清所有借贷。另外，公司的股东权益也增加了很多，当中的留存收益就占了80%左右。这留存收益的其中之一的用途，可是可以当做股息来派发的。虽然目前公司仍然没有计划派发股息，但是未来还是有可能会成为选项之一的，谁知道呢？那我们再来看看公司的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是属于正现金流，代表着公司手中的现金确实是在营运活动中赚回来的，而不是依靠私下配售或者附加股之类的企业活动来筹集资金的。第10点 ，Greentech 自从进入2022年开始，股价就一直跌不休，目前已经跌了超过40%以上了。其实与其说是股价跌，不如说是正在调整回正确的价格。毕竟一只股票不可能一直涨不停，而且 Greentech 之前也已经连续涨了1年多以上了，现在是时候进入一段调整期。另外还有一点使到 Greentech 的股价下跌的原因，就是马来西亚的科技股多多少少都跟美国的 Nasdaq 指数挂钩的，所以跌的也不止 Greentech 这一间公司，其他的科技股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那么既然股价下滑了这么多，现在是要建仓加码好呢，还是说要减仓止损比较恰当？你们又是怎么想的呢？以上就是关于 Greentech 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也欢迎订阅我，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